你好，我是有为，它是我的老宝宝条喵喵。今年它12岁，是一只只有3只脚的猫咪。它其实很讨厌我摸它，摸完每次都会赶快把我的味道舔掉，但它喜欢拍拍。这一集呢是有关叶鳗的介绍。在台湾一般会见到的叶鳗呢，有2点叶鳗、刺叶鳗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蜘蛛，通常多肉身上的都是这一种。然后还有神泽氏叶鳗呐、甘吉叶鳗呐、宁国叶鳗，还有荔枝叶鳗等等的种类。那为什么会种叶鳗呢？我们就要从叶鳗的习性来切入。因为叶鳗它是杂食性的，而且它能够寄生食用的植物很多，到路边的野草、露天养护的叶菜、瓜果，还有温室里的草花，这些都是它的宿主。只要是植物，就没有它不吃的。特性就是呢，它能够随风飘散，随到随繁殖。它喜欢高温，然后低湿的环境。虫体是很细小的。软的部分在环境23、25度，只要3到10天就能够孵出来。最适合它的温度是27、28度，所以春天一到，鳗害就会大爆发。一只成虫一生可以生50到150颗蛋。由于台湾的夏天温度超级适合它们，是它们的好发地区，几乎全年度都会种叶鳗，所以它的危害比起介壳虫其实应该更常见，而且沙漏于无形当中。因为要完成一代虫，就是从成虫到产下卵，这个时间很短，温度在28度的时候，只需要7天，它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代谢。所以叶鳗对农药是很容易产生抗药性的，而我们农药行的杀鳗药也就只有2-3种，研究药剂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这些药会越来越没有用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机防治配合杀鳗药多方使用，来达到抑制虫害的效果。叶鳗它无法根治哦，我们只能抑制而已。那就像前面说的，叶鳗喜欢高温低湿的环境。由资料里查询到呢，环境湿度在50到59度是它们族群的繁荣生长期，但湿度越高，它这个族群的整个生长就会变低。从这里知道洒水其实能有效的抑制叶鳗。那经常的整理枯叶，保持盆面通风干净，也能有效的降低叶鳗哦。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被叶鳗咬过的叶子会变什么样子。多肉一旦被叶鳗吸食过，它就会得到烟霉病。烟霉病是因为蚜虫、介壳虫或者是叶鳗这些会分泌蜜露的小型昆虫造成的，算是一种病菌。那它是被蜜露所诱发的。主要是靠孢子传播，所以会通过雨水、昆虫携带到叶子上面，吸收植物的营养以后呢，进行增生，散布更多的孢子。所以如果有一片叶子中了，这整颗都会中。如果有虫害的话呢，它也会继续的散播下去，会把健康的部分都变成像画面的叶子上这样，一点一点黑黑的。如果不管它呢，植物就会不能正常的行光合作用，最后虚弱死亡。这是一种蛮讨厌的病哦。那如果我们要处理，第一个呢，就要除去这些不要的枯叶，增加土表的通风程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叶鳗的体型很小，足够的通风呢，也可以让它不容易在同一个植物里面繁衍后代。那小小的提醒大家，拔枯叶要在浇水前比较好操作，那也不容易拔坏。第二个就是要使用像木醋液、小苏打、洗碗巾、甲壳素制品来做物理的除虫。因为叶鳗的呼吸器官也很脆弱的关系，利用这些有机天然的东西来让叶鳗窒息，达到物理除虫的效果。那也可以避免农药的这些抗药性，对身体也比较好哦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要勤劳一点寻多肉啦。如果有病症，要尽量把它跟原本的这一些分开，那比较不会因为这样子整片都中奖。这个呢，我是使用了甲壳素大概1个月吧，它其实没有太大的抑制效果，但我有把虫，可能叶鳗在这1个礼拜也比较少，那虫比较少的话，应该就不会唾去中间了。可以看中间其实好像还好，但是旁边的这些叶子点点就是它可能经过或者是它吸过的这些痕迹，
就看起来蛮惨的，也是只有几颗啦，就是像这样子月光仙子啊跟陆星大。那这个病症呢，一出现它就会看起来越来越可怕，因为多肉本身也在跟病菌对抗嘛，就会有一点显色，然后就会出现这些奇怪的斑点，那也是蛮正常的，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杀虫这样子。其实我后来有发现，就是真的拔枯叶很重要，拔枯叶可以就是大量的减掉这样子被叶螨侵袭的机会。还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陆星达这个品种叶螨特别喜欢，这几颗就是有一点可怕，被咬过以后的叶子就会这样子掉下来。这颗如果我再不处理它，可能就会回天乏术哦。然后几乎没有再生长，这就是很典型的被叶螨吃到已经对它快不行了的一个状态。在拔枯叶的时候，就可以检查你掉下来这些叶子上面有没有这种点点。有这个点点就代表你曾经有过叶螨，或者是曾经有过介壳虫哦。后面这一个就比较明显，这就完全就是烟霉病的样子。被拔枯叶的时候就注意一点，我们认真的看，拿下来的叶子上面有没有那种奇怪的点点啊，或者是在根部的地方有状况，这个都没有，这样子是 OK 的。然后把叶子剥开来看看，这个连接茎部的地方有没有黑色的点点，看起来都还好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呢，差不多就到这边啦。如果有帮上你的忙，那就太好了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小薇，拜拜。今日看你不倒讲无问的。